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介绍餐厅机器人。你见过机器人做饭吗？你吃过机器人炒的菜吗？你享受过餐厅里各种天上飞地上走的机器人服务吗？北京奥运村的无人智慧餐厅就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，因而成为了中外媒体的网红打卡地。这个无人智慧餐厅有5400平米，可同时容纳1700余人用餐，没有一位人工大厨。相反的，120台制餐机器人在这里24小时待命，以服务顾客们各不相同的用餐需求。饺子、宫保鸡丁、煲仔饭、披萨、汉堡、鸡尾酒等等多种多样的美食，从起锅、炒制到调味、装盘，全部环节都由机器人自动完成。最后通过餐厅上方的机械轨道自动传送到对应的餐桌位置，菜品从天而降，完成无接触制作和配送。大家知道菜品的奥妙之处是用料比例和烹煮时间，这个餐厅提供的菜品有200多种，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工程师把200种菜品的大厨经验进行了标准化和数字化，变成了机器可以执行的程序指令，可以批量生产，极大提高生产效率。但有人不高兴，那就是广大的厨师和餐厅服务工作人员，他们担心再过10年，他们得失业回家抱老婆孩子去了，这也算是教会了徒弟，饿死师傅啊！只不过这个徒弟是机器人。但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，高效率生产永远会淘汰低效率生产，但也有特例，比如昂贵的瑞士钟表、精美的手工皮鞋等等。人有总想差异化自己，让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需求，来表征自己的地位和特殊之处。比如你戴的电子表，我戴的是限量版瑞士钟表大师手工打造的百达翡丽。你穿的流水线自动缝补皮鞋，我穿的是手工牛皮鞋。有需求就会有满足需求的服务，限量版服务因为其稀缺性而成为昂贵的服务。如果餐饮机器人真的大量普及，那么高级酒店将会提供人类大厨的限量版昂贵服务，针对少数高消费人群。回到问题，机器人餐厅在中国未来会成为主流吗？可以肯定地说，是的。除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原因使然，还有下面几个原因。首先，中国制造2025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作为大力推动的重点领域之一，政策上大力鼓励，指出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，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。其次，中国海量的市场需求是机器人产业的肥沃黑土地。2021年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839亿元，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.3%，其中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占36.07%。随着视觉引导机器人、陪伴服务机器人等新兴场景和产品的快速发展，服务机器人将实现高速增长。餐厅机器人归属服务器机器人。第三，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再过几十年，我们身边的年轻人就变得稀有了，这直接影响企业招工，需要机器人来弥补年轻劳动力不足。第四，中国大力发展的新基建为机器人广泛使用提供了技术实施准备，比如5G、云计算、物联网技术等等。机器人工作期间需要和其他机器端或平台通信，以传递数据或指令，术语上叫 M2M 通信。它依赖于高速无线通信 5G 的诞生，让海量的机器通信成为了可能。中国 5G 基站总量142.5万，占全球60%以上，已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，超过98%的县城城区和80%的乡镇镇区。5G 移动电话用户已达到355亿户，且还在继续扩大。此外，智能机器人所依赖的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算力，中国现在有充沛的算力，全国各地有大量的数据中心，外加阿里云、华为云以及腾讯云等主流云服务商，能够提供丰富的算力、存储和深度学习能力。那当前餐厅机器人还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呢？第一，机器人的触觉和嗅觉智能系统还不完善，厨房机器人还不能完全达到人类厨师的水准。要烧一道好菜，触觉和嗅觉也是相当重要。好厨师的嗅觉非常灵敏，需要辨别几百种味道，但对机器人来说，嗅觉这一关就很难达到。第二，人工智能机器人成本太高。就目前来看，人工智能烹饪机器人从开发到批量生产，费用至少要6位数。其实，当前大多数餐厅机器人基于事先配置好的程式工作，如配料比例、温度和水量等都是事先设置好的，只能说是自动化作业，算不上人工智能。冬奥会无人智慧餐厅也是如此。当然，餐厅机器人中最简单的
机器人已经具备一定的视觉人工智能，可通过摄像头判断前面是否有人阻挡。第三，机器人做的菜缺乏人文关怀，人的味觉千变万化，同一个菜有几十种不同的做法。机器人或许能解决美食烹饪的量，但不能满足人们对美食的人文需求。一道流传的美食，不仅是因为配料比例得当而美味，更重要的是长厨人带来的人文沉淀和文化风格，让这道菜变得丰富多彩。所以广大的厨师朋友暂不需要担心失业，反而服务员岗位挑战比较大。当前的地面送菜机器人已经很成熟，价格也能承受，价格范围大概在2万到5万人民币。机器人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，对一些人来讲可能面临失业，对另一些人来讲，意味着从日常事务中解脱，并聚焦创新，实现更高价值。我们不能停止进步，得赶紧学习技术，让自己具备创新技能，否则机器人让我们失业了。好了，今天讲到这，欢迎持续关注。